你们好哈，记得先把你选好的号码留在留言区里，产生一个直接的连接哈。那今天的题目是你心里所期待的人靠近了吗？哈，那今天这题很难解哈，所以讲的内容比较多，每一张牌我们都会仔细的讲哈。那会设时间点，你可以跳着看，选你比较想知道的一个阶段来看哈。那如果你需要更久的时间来选牌的话，请你按下暂停哈。如果已经选好了，我们就直接开始喽。那我们先从1号牌的朋友开始。题目是心理期待的人来了哈。那我们直接往下讲。好，那我们第一章一开始从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的是权杖2啦。那这个位置，我会想要先从这牌面上先确定说你们是陌生人还是已知的朋友哈，因为我们要看一下他的位置。不过从这张牌的一些比较诗意的状态来看的话，你应该已经在他的视野里面哈，只是他比较没有什么动静，不动声色的，像是隔着一个透明窗的透明玻璃的概念在，不近也不远的一个距离哈，在观望你。但我不认为这张牌有一种聚焦或什么，我只觉得你目前可能在工作的场合里啊，或是在朋友圈里面的社群里面的 po 文或什么的时候，你是会出现在他面前的脸孔的。可是很奇妙的是，权杖2里面它有一个方向性，跟它一个地域性位置场域的，这边有你们生活的一个重叠性所以我是觉得你们可能你们在某些生活的习惯上是蛮靠近的。可能在同一个餐厅、同一个咖啡厅，尤其重复去的地方这个状况的重复性是有在权杖2的地方是有出来的好，然后分支牌里面会有权杖7啊、战车啊、金币国王、金币骑士这个方向在权杖7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是已经有一些你来我往的状况，所以在心态上面在心情上面，我认为他的视野里看到你的时候，其实也有认出你来，只是他在前面有几次的遇见的时候，他有在想说这个情况好不好去跟你打个招呼啊或什么的，其实他都还没有一个动作因为在权杖7的这一个双向的关系里面，它是一个模糊的状态啦。他明白你并不确定他是谁可是他又觉得他好像看出了你是谁的这个很奇妙的熟悉感在他的心里早就已经定位了你某些碎片你是谁？你在那里出现你某个时间点可能会出现在他眼前，他就很像你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会遇到某些人，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打招呼，或是还没有很确定说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印象中的那一个人啦。然后在这里战车牌又给出了某一些方向感他心里有在想说，只要有好的时机的话，他就会往前去跟你打个招呼再多一点认识然后有的时候跟你靠近的时候，他有在试着给你一些眼神，或是有一些靠近，看看能不能打破一些边界，两个人就会开始说话。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点是，其实你不太认得出来他是谁，在整个现在牌面上看起来的时候，你不太知道他在你附近晃动这个能量在那边波动，这个震动的方向你可能没有感觉到。然后我们再看到金币国王、金币骑士的时候，这里就展现了他是一个心思比较稳重所以呈现在你在他视野里，他的观察还有他在思考自己的行动在某方面来说，其实他在这份关系里面，目前是比你在更积极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的节奏里面你累积在他的思维跟脑海里那个深刻印象的节奏会越来越多啦，会比你加速更多。所以，在能量的感受上，他确实是往你这边靠近。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更大的几率是他会去认出你来，他会去跟你打招呼，他会去问你说：“你是不是那个谁的朋友啊？”或者什么什么的，这样他会自己去打破这个僵局啦所以我们从第一个提问来说，你们是陌生人吗？还是已知的朋友？但是我们从回到能量
的交流的场域来说的话，其实你们的能量算对齐了，因为你们的时间感跟一些空间的部分有一些重叠，我觉得你们已经算有初步的对齐了。来，然后我们再来从逆位金币一的这一个位置，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一个人。基本上逆位金币一，他在讲一个本来要发芽的种子处在一种尚未发芽的阶段，一个处在一种可能要被错过，或是还很难掌握机会的那一个时刻啦。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看说，这个人的灵魂跟能量是不是你心里所期盼的那个人，他是不是有慢慢的走过来？然后这时候恋人牌出现在你们之间的一种潜在的深层吸引力，这个感受并不是一个肤浅的好感，而是来自于灵魂的某一种的声音的那个叫什么残响回音这样。如果你们已经认识到了，的话，你会在他身上看见了某种你其实内在正在寻找的某个特质，这个特质上面有一种安定感，有一种温柔的，有一种坚定的，然后你才会发现，其实他在你在很多人里面的时候，他其实会特别对你投注某种目光。其实以现在来说，他就已经慢慢在对你投注一些目光了。然后你也会发现，他会有一种想要了解你更多的冲动。这在我们前面那一张牌不是就已经有讲到了吗？只是现在讲到的是一种反向的，因为这里我们要看的是你心里期待的那个对照，跟他所丢来的那一个能量的对照。然后在恋人牌之下的时候，有力量牌、宝剑五，这两张牌让这一个吸引力变得比较复杂一点，也可以说它变得更丰富一点。力量牌告诉我们说，这段关系之所以会慢慢的变重要，是因为它带来了某种互相成长的节奏感，因为它是缓缓的、温柔的。这一个相遇，这一个认识，不是只是为了浪漫的邂逅了，它不是只是纯粹是浪漫的，而是让你们能够更理解自己，是有一种互相加分、互相开拓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个能量，然后这一次的相遇，从力量牌告诉我们，这一次的遇见，这一次的关系的展开，好像会认真的确定你们两个人，或是你未来的情感模式。在这个同时呢，宝剑五也提醒我们说，你们的关系可能会再次被提醒过往的一些伤痕的跟不安全感。然后彼此心里的某一些防备的墙，会成为一些间歇性的阻碍。这也是为什么金币一用逆位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了。他其实在讲说，这段关系不是很难开始或是不值得开始了，而是在说，他必须要经过一个真正用心的灌溉跟相信，来去掩埋或是重化、消化以前爱情里所带来的一种旧的伤痕或不确定感。所以我刚才说，力量牌这边讲了一个很核心的是，这一次会让你们很确定，未来对爱情的一个情感的模式，可能就一直跟着你。那从灵魂的角度上来看，它极大可能就是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因为恋人牌跟力量牌的结合，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更高深、更高层的一种结合的引导啦。因为它在某些灵魂的牌阵的结构的逻辑上来说，它是已经向上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虽然它这个恋情，它不像是一种碰撞的强烈的火花的爆开，不过它很像是在比较像是夜晚的力量，安静的力量的时候，在慢慢的灵魂在一个比较激进的位置的时候，互相的靠近的那一个感觉啦。我认为这一次的相遇，比较多是充满着一种互相的理解，然后还有彼此的很多以前过往的一些生命的阴影的一种对照跟互相的治愈啦。他应该不会是那种瞬间让你有很强烈行动的那一种人，但他会在
后来慢慢的相处里面，不知不觉中，让你感受到安心，感受到信任，也让你学会了如何让人安心，如何让人信任的这个关系的创造，这个核心概念的创造哈。所以在这里，我想塔罗牌想要传达给你的是说，你现在的状况已经不再是等待那个某个你想象中的人，而是正要开始进入一个使你变得更成熟，能疗愈彼此，并更加的学会如何在复杂人际关系里面选择恋人啊、朋友、知心好友、你尊敬的人这种，把人的定位看得更聚焦，然后人数也开始在缩减，变更精致。好，那这一题，他是不是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一个人的话，我觉得答案会在于你更坦诚的与自己相处之后，然后更加的厘清你渴望的感情的样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不仅是你可能期待的人，而是你会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里面，重新定义你想期待的人是谁，他会创造这一个全新的一种新的概念哈。所以我认为在这里，你们的认识就先当做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创造就可以了啊，因为他从牌面上是非常相信，他是逐渐走进那一个你真正想期待的那一个模式、那一个类型哦，那一个能量结构的人啦。好，那么。再来，我们往下去的时候，差不多会看到愚人牌这个位置。好，看一下。我觉得愚人牌的出现的时候，会成为某一种这整个牌组上面的一个蛮关键的一个位置哈，因为它打开了在这个牌组里面全新的解读空间，因为它走出了另外一个分式哈。这边在说你内心，你以为你所想的那一个人，可能也正处在一种全新的旅程中哈。然后你跟他之间，其实有一种好像两个人从不同的位置出发，走向一个新的世界。哦，所以从这里会定义到你们两个的灵魂，因为从不同的路口前进，所以现在还在一个比较遥望的距离，可是方向跟对齐好像都已经成立了，所以它就只是一个时间的慢慢的走向的位置啦。那我们回头来看愚人牌这个地方，它在代表的是说，其实你们彼此都在自己的内在，仍然在摸索，在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哈。然后这一种想要去开拓新未来、想要去开拓新事业的感觉，是有一些天真，有一些不安哈。有些不安啦，然后同时也有很多的勇气，可是心情上会产生某种起伏，但是也会在未来的生活里发现有很多东西你重新再启动了。那这里会从分支牌的宝剑9，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这个部分要讲的是比较多内心的一个状况哈，内心的一个状况，我们要再去深入了解一下。聚焦在他内心的一个状况，让他理解你现在所期待的这一个人的一些能量的结构啦。所以呢，从宝剑9来说，我们会印证到说，他内心可能正在挣扎一些比较过去的失败跟自我怀疑啦，或是在某些关系结束之后，他还是有一些的情绪的细微的连接还没有完全的剔除了。所以宝剑9这真不是一种很悲伤的，而是一种思绪被压抑住的焦虑的感受。所以现在的他即使在你面前出现的话，你可能还不太能够完整的看到他真正的样子，因为他现在的状况有很大部分都是在跟自己对话了。加上权杖皇后出现的时候，代表他其实内在有一些潜藏的热情，还有一些还没有展现出来的魅力，这些都还在他这一个焦虑的思绪底下，慢慢的要浮现出来，所以他需要一些时间来去做突破。他必须要跟他现在这一个比较防卫的，还准备要释放的这个能量的状态，需要再去做一个自己的打仗了。所以离开了你的视野的时候，在其他人的视野里，他其实在人群里面看起来是活泼的、很有光芒的人。那可是他现在能表现出来的热情，比较像是有一些防备之下所做出的仅存的、有限制的一些表现啦。
所以以现在当下来说，如果你跟他真的认识的话，其实他还不到能够完全为你打开心房，去说出很多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达到那一个亲近感啊，没有办法快速的缩短这份距离。然后宝剑一的时候，我们可以读清楚一个讯息，就是你们这份关系哈，你们这份关系真正连接的那个出口，真正连接的那一个门，或是某个切口，让你们两个有所交流，这个东西其实还没有出现哈。如果回到生活上，就表示说，其实你们真的还缺少了至少一次，或是最开始的那一次的有意义的对话哦。其实你们缺少了那一个东西。因为那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对话哈，它比较像是首次你们灵魂有在某个程度上做交换啦。那一次，你们会看清楚彼此的脸孔，尤其是你哈，然后你会有一种被叫醒的感觉，你会知道他是谁哈。不过这一个对话哈，好像没有在这里宝剑一的状态里面，它并没有限制说一定是要面对面，可以是网络的对话，可以是传讯息，可以是这个方式，因为他要打破某种想象层哈，然后让他直接被拉回去所谓的现实层，即便是现实层的最表面都可以，因为至少这两个灵魂，你跟他的灵魂会在这一次的开始之后看到了，看到了就是看到了的那一个存在感，看到了彼此的那一个存在感了。然后这里我们在往下的时候，我们再往灵魂的方式、灵魂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距离到底现在还有多远？我觉得你跟他的灵魂蛮像是一种旧事，怀旧的旧，相似的是以前就有某种痕迹，某种历史的痕迹的感觉。可是以现在的状况来说，你们很像陌生人，但又没有像完全的陌生人那样遥不可及从这边用灵魂的定义来说，我会说这个只是一个潜在有能量，只是还没有展开来的两个灵魂的相聚。如果要我解释的话，就是可能他知道有你这个人，你知道有他这个人，但不确定你们彼此是否已经有感知到了彼此某些内在的东西，他还是这个距离哦。也许他曾经有多看你几眼，你经过的时候他会再注意你一下，但是他心里会有一点点不确定，他是不是看错了谁，误认了谁哈的这个距离。再来，也许接下来你们开始会有对话了哦，然后又总觉得好像该怎么往前，还是现在该停止这种我们要对这个距离做一些表达，大概就是这个状况。你们很像是那种树梢或是叶片被强风吹的时候还没有落地，还没有到地上的感觉了，就是你知道它会漂移到地面上，但是它还没有漂移到地面上。那我们回到比较现实生活中的解释，就是它可能就在你的周遭然后在灵魂的方向里，你们两个彼此还没走到彼此的频率里面然后也很像是还没有离开家门的旅行者因为还没有选择要往哪个方向走，哪个地方比较好。然后你们对彼此的想象，尤其他现在你已经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了嘛？那这个距离是他还没有到他对你有任何未来的想象的状况，因为现在都还在探查，看你是谁这样子因为现在的着重点跟聚焦点就是在要怎么靠近你，看看要不要有一个新的开场白或这样。那整个这个段落的想法来说，就是这份距离不是没有答案，不是无解的，不是已经画句号，而是它正在变化这份关系的能量交流还正在酝酿中了是这个状况。然后我们这里就有一点点可能要往一些未来的方向去推因为这边国王牌出来了嘛国王牌本身预料了某种掌控主导承担风险跟一些责任感的东西的一种关键讯息啦，所以它作为两个人关系突破的关键的话，我认为
它代表了这份关系已经从潜在的可能性转为即将发生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关键点就代表说，有能力的那一方必须要下定决心，让这件事情往前推。好，因为毕竟国王牌已经出现，那表示那个往前推动的力量有哈。那分支牌里面，首先看到的圣杯2哈。我认为他讲的是说，你们两个在能量上，情感的能量上，已经要开始有一些相互的回应了，因为已经确定了两个人的频率是相符的，情绪的交流是有前前后后丢来丢去，在无意识的状态里面是有回应的哈。它意味着，如果两个人能够展开我们前面说的那一个真诚的对话，有意义的对话的时候，两个人彼此的距离不但是直接拉近，还打开了一扇可以沟通跟往前进入新世界的一扇窗或一扇门啦。我觉得这一个对话的展开会处在一种两个人的能量都准备好的状况，能够接住对方的能量的时候，才会展开这个对话。所以在他现在比你的节奏再往前一点的时候，他也在确定这一件事情那恋人牌在这边我们又出现了一次在整个牌组里出现2次，表示呢，表示因为我们这里在讲的是未来关键性的一个交集所以这边再出现恋人牌的话，跟前面的恋人牌结合，表示的这两个灵魂其实本身已经处在高度的吸引力的状态了，已经在高度的连接的状态了那在这里的恋人牌更像是一个选择。搭配了国王牌，它更像是一个选择要启动、选择要打破这个关系，所以要让这份关系成型，真的是需要有一方做出一个初步的动作，来去为这份关系产生了全新的情绪上的调节跟整个未来性的起步的一个关键性的选择要做下去了。但是很可惜，今天没有办法对他，因为这牌是给你看的，不是给他看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对他说的话，我们还是把这个意念丢到空中的意识里面，需要对他说，就是说，现在的犹豫可能有渗入蛮多对于过去失败关系的一个执念跟执取，然后执着取得其实如果愿意脱离观察的模式，直接变成一个主动靠近的模式的话，就大概可以突破这个状况。然后要开始比较接纳或是接受自己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好奇跟对方给的吸引力有接受到的这个状况，然后要实际的现实的踏实的去跟对方表达出来，他必须要突破这3个状况，然后我觉得这2个关系才会比较往前然后金币2的话，因为金币2它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它处在一个可能跟不可能之间摇摆，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要知道的是，它这个可能跟不可能摇摆中带来了某种不稳定，也就是在带来这里我们刚所提到它3个某一种困扰里面的一种不稳定因为它有一个正负能量的一个波动所以它必须。也不是说他必须，因为他现在应该处于在他的直觉上一种平衡跟选择的一种有动跟没有动的一个状况啦。所以其实你们的能量在每次靠近，或是你每次在他视野出现的时候，能量是有流动的，所以他才一直被这个波动所影响。只是目前呢，他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彼此，或是他直觉上感觉到让彼此都安全跟安心的那个节奏感。有的话，我觉得他那一步就会出现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能量上已经确定你们不是不适合，而是还没有真正的投入。能量上的流动已经发现说，其实你们是有温和的在连接了，只是还没有真正的往前那一步，还没有真正的感受到什么样才能够代表正要投入这份关系的开始。这个契机点跟这个感受还没有出现了所以我只能说。牌面上说，等待已经不是现在最重要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去把这一个桥，或者走进去这个桥作为一个连接。很可惜，这个应该跟他说的，目前只有你知道，所以我们只能把一些期盼再更强而有力的丢到空中宇宙中，看看这个意识啊，李英杰会不会在他白天的梦、晚上的梦让他听到，让他接受到。好，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位置拉着再跳得更远通常我们在前面的话，我们会讲把真正的距离跟一些现实的状况、灵魂的连接的这个状况，我们大概都摸到了然后现在我们要跳得更远，我们可能要变成一个绝对的客观的位置，绝对的第三者的位置去观看这一份关系
世界牌的出现它代表着说，其实有看出来你们的相遇前中后的一个完整整体的一个架构了，连一些特别的时间点都有看到。这边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你们两个人的这一个靠近其实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某种能量的旋律里面还在彼此的附近游荡，还没有走到真正要汇合的地方了。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这张牌问说，我们会不会在一起，会不会最后最靠近，这边可能他不是给一个解答，他是给一个提醒，说你们的频率已经有一个相似的节奏感，正在听着同一种音乐，同一种舞动着同一个旋律然后已经在整个我们要讲到，如果在命运的逻辑里轨迹里面，你们已经差不多走在比较靠近的路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出现女祭司牌，它恰恰好证明了你们隐藏的连结出现了，然后正在等着启动因为女祭司的出现，说明了目前你跟她之间的能量处在一种内在的知觉，然后还没有在外面显现的一个状态。代表什么？他可能在他的梦里有想起过你或是他在比较靠近你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很特别的、超过现实的一种情感的连接跟熟悉。再怎么说，就是他可能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可能在咖啡厅或者在路上遇到你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心境跟情绪可能会差不多。他能够一眼瞬间就看出你现在情绪的一个状况，差不多是这种超乎他自己想象逻辑的一种意识的熟悉感如果要再讲更深的话，他在更靠近你的时候，他应该会感觉到某种情绪的来来往往，就是可能这个人的身体，然后会感受到灵魂有一种嗡嗡嗡的声音，他只是把它变成是一种感受，他会感受到你身体有散发出一种嗡嗡嗡的声音的回响这个就是女祭司所带来的你们之间的一个潜在的连接啦。只是女祭司她并不代表说一种行动所以它会呈现出一种很难说出口，但是往里面去的话，其实你们两个的灵魂已经相认了那世界牌又重复出现的话呢，我觉得这代表你们两个的能量各方面，以能量来说，只是还没有完整。可是以故事线来说，已经走到该完整的路径了，然后期待某些为了准备好的灵魂而发生的事件，就像我们刚前面说的，要那一个打开一个有意义的对话的那一刻了所以在这里，世界女祭司牌就讲说，你们附近的能量各方面其实已经好了啦，就差身体去显化某些愿景的这一个方向好，大致上这里各方面就已经可以了其实就差一些有行动的节奏感在顺的节奏感里面也有所行动了，因为这个两个人的灵魂的连结经历了好几个周期，激烈转换，其实已经差不多抵达快要合拍的时间点了契合的时间点。好，时间点来说的话，这里时间牌有提示一个近期的前后4个月的一个浮动就前面到现在加起来大概4个月一个浮动就是不太确定他说的是前面1个月后面3个月，还是前面2个月后面2个月这个先不管这个。那这边其实在说你的内在能量跟灵魂其实已经差不多感受到它有在靠近的一个讯号，只是在你的五感里面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这个方面其实不太知道在哪里，可是在内在能量的这里说，其实在这4个月里面已经感受到有这个靠近很安静很沉静的一个靠近。所以如果要以未来来说的话，可能3个月内这个能量的靠近会加快，所以他的动作应该会再加快不过好像还蛮取决于你的回应因为你可能会有一点蒙着眼睛闭上眼睛去对你不知道任何人做出回应，所以你可能在未来3个月的情况下不小心对他做出了一些关键性的回应。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目前对于任何
你陌生与细小熟悉的这个状况的人记得要好好的回应因为目前看得出来，整个关系发展的一个决定权跟影响力最大的关键点在你身上而且它设定在某个回应的状态里这个可能就是这整个关键的提示我们来看动物灵牌这里，我看他做了2个提醒跟我们前面讲的差不多。近期你要比较要比较小心的去回应，跟所有人要有一个一致性。所以你现在的心境要处在一个比较平静、得失心比较不强烈的一个状态，比较温和、比较中庸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是他这边对你的能量的一个建议。再来，接下来应该差不多要有一个新的关系，跟他人或跟新的朋友的一个新的关系的创造你可能要面对一个新的节奏感记得一样还是要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中庸的一个状态这是这里动物灵牌给的。再来我们回到数字牌来说的话，数字牌会说你应该会差不多，就是它如果真的浮现在你面前了，然后又要回到我们今天所谓的符不符合你所期待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初期你会先看到跟你所想象中完全不太一样的那一面然后那一个瞬间你会感觉到可能是他，可是你可能要重新定义一下你的期待，因为我们刚前面很早前面就已经说，这份期待会有一个重新确定你在期待什么的一个状况，这个就是你们两个初期会遇到的状况。这边又再讲一次那第2个数字说，它的出现也代表了你某种旧的与他人的交际关系跟他人的相处关系的一种旧模式的终止，新的模式要出现了记得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它会有一点点打破你原本对于怎么看人、怎么跟别人相处的一种安全模式，或是你的习惯模式，会有一个新的相处的声音跟你的身体初期比较有一点小小不适应的感觉会出来所以这里才说你要用一种比较平稳的方式，比较中庸的方式去面对，因为它正在调节，跟你在适应一种新的一个状况。所以这里在提示说，不要误判了，它是一种讨厌跟厌恶，它只是你身体正在适应一个新的带来一个新的相处模式的人会出现。记得我们前面说，这个人是否是你期待的人，他要在后面慢慢建立出，然后你会发现说，在这个新的阶段，原来这是我新的期待的样貌，是长这样，好吗？这有点难的转换所以你要感受一下来，我们做一些总结跟一些现实生活面的一个确定以前面来说，权杖2跟愚人牌的能量来说，你们两个现在的距离是一种观望跟保留啦所以还没有展开一个进一步的确定的讯号然后国王牌跟恋人牌跟圣杯2这边说，其实你们有潜在的力量，正准备要突破这个现况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再来，世界牌跟女祭司表示说，其实你们两个灵魂的连接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了，所以不用担心就只是让你们两个人的能量慢慢的靠近在最稳定的阶段。那记得刚前面说，这4个月要保持比较开放的心不要强求任何人跟任何事会来填补你内心的孤寂跟空洞其实不要这样想，它需要你慢慢的习惯，有很多的新的认识人的新的关系的模式，在悄悄的改变你，跟让你往新的阶段去然后今天这整组牌在说，其实你们两个已经耳朵里已经听到了新的某一种旋律跟音乐，其实你们两个已经被引导到慢慢要去展开第一个有意义的对话的时间点了所以就这样好，那1号牌就到这里，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那谢谢你来听很长希望这个我们现在每一张牌都讲清楚了这个模式，你会喜欢让你更加清楚每张牌代表的什么并不是随便乱抽，然后抽象的去形容之后的方式都会这样，希望你能够一点一点的把它听，在你所需求的范围里面能够听到你所需要的讯息好，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组牌哈，内容非常多，我们就直接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他是心里期待的人来了吗？好，来，我们从我们最前面的位置哈，那个逆位金币骑士那个位置开始说，它有2个分支牌是逆位魔术师跟逆位的权杖3号，都是逆位，但我们一个一个来讲。我们这里要对整个题目做第一个提问是：你们彼此是陌生人吗？还是已经知道的朋友？逆位金币骑士说哈，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实际可以往前走的道路，可是在某一个重要的关口里面停下来的能量了。那它这里的土元素代表说是一个实际的哈，有重复经历过的某种经验哈。那这个过程里面不谈情绪，而是讲的是行动跟某种习惯上的反射。那骑士代表了一种移动中的意志，不代表完全起步，但是已经在稳定的成长中，在准备要进行了。但是逆位却在这里带来了一种停滞怀疑，还有自我否定跟迟疑的讯号。换句话说，这几个讯息代表这份关系的能量不是毫无开始，但也没有到发展到已经变成熟悉的位置，而是已经接触过却没有发展成任何一种明确的关系。有没有这个做开端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你们的距离了。所以他可能是你曾经有过互动的人，然后他会在不同的周期、生活周期里面会出现过，但是没有留下非常明确的存在感，也没有真正的靠近你，或你也没有真正的靠近他。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距离呢，他从来没有在你生命中消失过，但也没有明确的出现过。你会在他的记忆中，他也会在你的记忆中，但是很模糊，很难解释。但是当想起来的时候，又难以忽视。现在是这个关系哈，所以我们在整个分支里面来看到逆位魔术师哈，这里我们要先分析起来，它可能代表了某种开端，然后还有一个逆位的意志，好，然后它有一些空气啊能量在里面。魔术师代表了掌控了所有的启动和行动，还有你可以选择任何事情的权利。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开关，拥有开关使用权的一个启动者，那个权利者。那这张牌呢，会比较处在一种理智跟决定的位置。好，然后在逆位的时候，原本那个可以开启什么的能量就卡住了。因为它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自我的怀疑啦，和所在的附近的条件不稳定，所以会造成某种延迟。所以这个牌位，这个牌魔术师牌逆位，在这个牌位里面出现的时候，它代表着你跟他的关系本来是有一个可以开启互动的机会，可是被错过了。或是在某些很靠近的时刻，他有放弃，可能是他原本想要对你说的某些话，然后没有说，然后想要对你发出来的讯息留在了心里，就像你写出了草稿没有变成完稿的一个状况啦。或许你们有对话到，然后你可能在一种不知不觉或是无意识的状态释出了某种善意，可是他没有接到，就是这个时候你们能量是没有连接到的。但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啦，只是两个人都在目前的状况，两个人都还没有意识到彼此有一个真正存在的那个能量在做连接。所以我们再往第二个逆位权杖3来看，权杖3它代表了某种扩张，可是它逆位了就代表某种计划未完成。权杖3有一种视野，对未来的一种延伸性，也是对未来的某种评估和远见的计算，已经看到了某些可能性了。那里面的火元素带来了自己内心的渴望嘛？那数字3就代表内心已经有想法、有基础的结构，可以准备展开对外的一个行动。可是呢，在逆位时就变成说计划尚未能够推动出去，但它不是一种失败，它只是卡在某个中间值，然后没有办法，还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但也不算是完全放弃。所以这张牌常常出现在计划被延后，或是正在等待对方的回应的情境，这就是他现在的状况。在这组牌里，他呈现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就是他曾经想过要靠近你，但是没有动作，但现在只站在他的观点跟观望的那一个高度，或是低谷都可以，然后看着你，但是他还没有出发。所以在这里，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第一个提问：我们是陌生人吗？还是已知的朋友？这张牌其实说得很清楚，你们不是陌生人，你们是曾经在某个生活层面上已经有交集过、交错过的两个故事线哈。只是这个故事线没有被绑起来，没有被打结，没有被勾起来。那他确实有对你考虑过要不要开口让你知道，而你的方向来说，它是一个有被记起来，但是不深刻，也没有被定义，你也无法去形容他是什么样子的人的一个存在了。所以目前在第一个提问里，这段关系卡在想靠近，但是又动不了的一个状态，不是没有情感，而是没有行动，然后也不是冷漠，而是不知道怎么说。好，那我们来看到了第二组牌就圣杯皇后的那个位置分支牌是圣杯3跟逆位的金币国王在这一个位置，我设定好的是，他是你心里所期待的人吗？所以我们先来看到圣杯皇后这个位置圣杯皇后带来的是一种情绪跟情感的一种形象化的具体呈现啦。所以这张牌在讲说内心的爱的这个形状。那水元素代表了某种你的共感敏感的感知的位置而女王这一个位置代表了已经稳定的内在情绪的价值，就是说对于情绪的感觉已经非常内化了不是一种要去寻找什么是爱情的一个状态，而是在这里坐着安安静静的坐着，等待相应的灵魂的靠近很不错的是，还有这里是正位代表他的期待不是一种幻想也不是一种偶然，也不是一种虚幻吧它更多的是已经明确的知道自己对爱情的需求，现在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所以这张牌说明什么？他可能就是你想要的那一个人。但这里其中的一个差异点就是，他是否完全符合你脑中标准的形象，其实现在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他有保留了他现在品质可以待在的那一个空间。所以当他靠近的时候，你不会抗拒他的靠近，甚至很靠近的时候，你越来越知道说，其实这个就是你期待的那一个人。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再从分支里面来看圣杯33号有一种情感的共享跟一种欢庆的场域啦，所以这张牌其实在少数在情感的占卜里面带有一种共同记忆的讯息牌所以这里其实有在提示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曾经有过比较近的共享时光，但是非常短暂。但那个时间如果被提示起来的话，你会记得。可是我们回到第一组牌的方向来说，其实好像没有被定义，但是有记得。所以这里在说这段回忆不会很强烈，但是也不悲伤，有温度，但是也没有造成某种影响它就是一个默默经过的一个状况，在你的心或是一些记忆，它就在一个小小的片段里面偶然出现，但难以去诠释了你看到了什么然后分支2的逆位金币国王这边在讲说，他现在的生活状态跟内心的状态可能还处在一个还没有足够完整到能够成为你的伴侣的那一个阶段，所以在这个能量的完整性来说，你们并没有对齐，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连结。因为以完整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因为不够完整，所以他对于要不要靠近你，要不要成为伴侣的这个意图也不明显。因为逆位的金币国王暗示着他现在其实处在一个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没站稳脚步，无论是要不要靠近你，还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认可来说，他都觉得还不够好主要是金币国王这个本质上是代表了某种现实的稳定，跟给予自己的承诺，给予他人某种踏实的形象的一个代表。可是逆位时就代表这些特质就没有成熟没有成熟，他自己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扮演他以为的那个角色，他想要的那个角色所以他这个可能是他现在的一个状况啦跟你所期待他要变成那个状况，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时间位置。那在这一组呢，我们提问的是他是不是你心里所期待的人？我想这几张牌看起来的话，答案应该是在 maybe， 可能是你的内在的能量早就对他保留了某种位置，然后这个位置有很多的信任跟温柔
未来的你们的相处，你不会突然觉得他不错，而是其实你内在一直知道他不错，只是要靠很多的靠近，才会走到那一个关键点，确定下去。好，他慢慢的靠近你之后，这是个比较未来式，你会一直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要去确定能不能走下去，这就是另外一个关键。但为何会这样？因为他仍然有散发出某种我们刚刚说的逆位的金币国王的气息，就是他还是仍然散发出自己不够格、不够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就会连带的也觉得，等你确定好了，我们在一起确定。可是你跟他认知他自己的这个方向，在未来的方向其实不太一致。你其实比他更深刻的认可他的好，只是他现在必须过他自己看待自己的那一关了。那慢慢的就会走到两个人同步的那个节奏里，那个时候才会进入到更好的位置。所以在第二组，它这里牌面已经暗示着期待这一个人靠近的一种前中后的一个节奏，只是这个步骤他现在跟你不同频，所以可能要等待他一下下了。再来，这个点我们就要往比较多负能量聚集的地方看，所以这里可能会有一些形容都是关于一些比较降落式的、掉落式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先从一开始，我先看完一下其他这两个，我接下来看这两组牌的一个核心，有得到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你们之间从他的视野来，其实没有缺少心动，只是心动的时间点不同。倒是现在会有蛮多的阻碍，是有一种说不出口的喉咙卡住的感觉，有一种无形的中间有一个挡住的东西还没有被破解，两个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主要我们还是回到他的视野里啦，因为他是主动靠近你的人嘛，而你这边的意识到他来的这个能量其实还算低落，所以他现在会有比较多中间有东西挡住的这个能量。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解答一下这些成分里面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从我要寻找一个游荡在你们之间的一个负能量的这个概念里面去看的时候，算是翻到了逆位的宝剑三这个位置，不是算是了，就是翻到了。逆位的宝剑三，它是有一种情绪过往伤害的一种内缩反应，就是它本来要跨出一步，就在这边有一个内缩反应嘛。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张牌的时候，都会觉得风三是一种心碎的象征。但是在逆位的宝剑三里面，它不单单只是一种情感的创伤，它更多的是一种未处理完的伤口，然后导致某种自己往前进的步伐的拖延啦。加上这里本来就是一个风元素的状态，它对于自己内在的对话跟沟通的能量被强化起来了，然后再到数字3的时候，反而他这里内心有在定义一些他不想说或他不能说的东西。那逆位的话，代表他自己内心的某些伤口，还没说出来，甚至还没有认真的想要对自己对话，所以他还没有进入一种消化的状况。那他会在这里会代表什么？会影响了他接下来想要对你关系的进一步的渴望，然后步伐的一些动力中，影响了他的判断，影响了他判断他的下一步。所以简单来说，这张牌的能量就是说，因为之前的伤口，让现在接近类似的情感的时候，反而让他不敢靠近了。所以你们之间有一种明明就可以再进一步，可是总是停住的一个感觉，在他的角度，应该有非常多靠近的能量，即便只是网络上传一个讯息，都算是一种靠近，可是他总是被什么那一个我们说很难解释的墙挡住了。所以这里其实有说破一个东西，你们两个能量还是有些微的对齐还是有些微的连接。而逆位宝剑三不是只说这一个你期待的人的一个状态，他在他的状态里面的映射角度看出来一件事，就是两个人心里都有伤，两个人心里都因为这个伤让
自己对于快要出现的爱情都有不敢靠近的迹象，只是两个人都没有说破，而这个说破是什么？对自己说破，而不是对对方说破。现在这张牌，它在主要的位置是代表这个意思哦。来，我们从这个概念里面往分支里面来看的话，出现宝剑皇后嘛，宝剑王是一个不错的牌，而且它又是正位，它代表的是某一种已经有成熟思维的一种自我防卫，尤其是在情绪上面的一种自我的保护机制。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出口，它代表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情绪的伤口，这些虽然也许很深，或虽然很深，但是仍然在外表中，你们两个都保持着一种理性的状态。好，然后心里都非常知道说，如果新的感情太快靠近，一定受伤，这是你们现在所确定的。所以接下来他慢慢靠近你的时候，他会选择把情感收好，而你感受到有一个情感靠近的时候，你也会选择把情感收好。用比较理智、用比较逻辑的方式说话，然后用两个人保持某种距离来保护自己。好，所以当你们两个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啦。所以从这里其实我已经先可以看到一个结论：你们两个对过往的爱情的价值观，无论是挫折、伤害、收获，或是幸福的概念，其实都还蛮接近的。因为你们两个在这个比较负能量的状态上，却有产生一种同步跟对齐的状况哦。那再来，我们再看到第二个分支牌世界牌这里这里也是一个好的状况，就是他好像在逐渐完成，而且他好像也在确定某种对于之前事情的结束，然后产生的对未来的某种向往的张力，在这里就展开出来了。而世界牌常常在讲的是一种循环啊，循环、周期嘛。所以在这份关系要开始之前，你们内心会有一种其实算是蛮正能量、健康的一种概念，是在告诉自己说，以前的过往关系无论好坏，我们已经完成了，是用一种我已经完成了你也可以说是一种结束了，可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完满的经验，它比较像是一种完成了。那这种完成得到的收获、感觉、心得，正在影响现在的你们。那现在的你们会逐渐进入你们两个要遇见的那一个状况前的一种选择跟步伐。好，所以你们两个其实当然啦，已经变得更小心、更会保护自己了。可是也在暗示着，你们早就已经从某种情绪的课题里面走出来，只是身体的一种内化跟消化还在持续中。好，那它也代表了某种缓慢啦，就是没有那么急着在爱情出现的时候一定要立刻抓住。这代表你们两个之间其实有某种共识，对于爱情的新的出现的时候，希望保持它是一个稳定的，不要再像之前那么刺激的一个感觉。然后分之三的话，出现了隐士牌后，他就开始往最内心的这个对话的机制开始了。他其实有把我们前面宝剑三的那个对话机制变得更加的成熟，变得更加的深沉，然后变得让自己更加的安静，更加的沉淀这里其实暗示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在这段时间，或是上一次的爱情的失败，或是挫折分开之后，中间其实有遇到一些其他的爱情，然后都有退开过，然后有跟很接近的人有不再像以前一样会积极的联络，或是不再那么容易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样，而是所有的下一个步骤都会把它想得非常清楚。两个人在这一件事情上也在对齐中，然而它影响了现阶段你们两个现在的靠近就是我刚一开始说的，在这个部分里讲的，有一个无形的墙在你们中间。但我看到这三张分支牌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好的契机点。第一，他们全部都是正位，没有逆位，而都是朝向一个积极、正向、正能量的方向去发展。而它照耀的是你们的成长已经进行中，所以它并不像是宝剑三的那样子，好像停住了。没有往前了，没有，这三张牌揭示了宝剑三的可能只是以前的你们，之前的你们，尤其世界牌所讲的周期的已经结束，周期的已经完成。
所以你们要在这个阶段要相信自己，其实你们在迎来一个新的恋情的时候，也许会回忆到以前的感情，可是都不会成为阻碍的哦。来，所以从这里我还是讲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你们之间其实，在能量上已经有一些流动了哦。也许在视野上他看到你比较多，你还是不清楚他看你。可是，在这一个能量的流动中，情感的交换中，已经在往越来越明确的位置走到了哦。只是因为宝剑三所提示到的那种内心的伤口，让你们走的步伐比之前想象中和你们想象中的再慢。也许你现在是一种很强调期待，可是记得我常说，当爱情非常接近你的时候，你不一定接得住。现在就在那一个你还没有确定自己能不能接住的那一个状况。可是记得这边有一个提示是，周期会来，周期会来，一定要用新的自己来去面对新的事情、新的人。好，这里是做的这一个提示。好，接下来，我在这个牌阵的位置做的提问是，那么这两个人的结合的关键在哪里？然后我翻开到的是愚人牌，然后还有审判牌跟宝剑皇后。好，那我们先来从愚人牌来说的话，它是连接到前面那个世界牌的所谓的新的周期的全新的起点，而且在这一刻，你们两个的灵魂是处在一种绝对自由的状态。好，所以它代表什么？它代表你们两个之间的可能性其实没有被定型，也就是说，未来可预测的展望的那个东西还没有办法被推算出那么多条明确的路径了。好，那你们的故事篇章还在写，还有非常大的空间，还有非常多的空白的页面正在书写，但是没有确定是往哪一个位置走，所以每一页都可以重新书写，这就是这里所谓的没有被定型的可能性的状态。所以差在哪里？差在你们的接近，可是现在是还没有接近嘛？那愚人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讯息这里有的时候会被提到了，我这边就说给你听。愚人牌有的时候代表说，我们对于之前过错，或是失败，或是一些不好的痕迹的一种补偿心态的开始。因为这种补偿心态的开始，所以你才会想要极力的想用全新的自己去证明你能开创新的未来跟新的可能性。所以愚人牌在这里，所以这里在暗示说，以今天的题目，你们两个，他是不是你所期待的人？这一件事情突然变得没那么重要，而是你们两个的相遇会以一种互相补偿自己过往的态度的时候，重新认识眼前的对方。以一种全新的自己去展现，去出现在这一个重新认识的对方。所以两个人是不是所期待的自己，感觉那个期待没有着落点，因为你们都用全新的方式出现了嘛。那只是愚人牌在暗示某种心理深层的考题，就是如果这个新恋情要出现的时候，关键提问是不是在提问我们要不要承认过去的过错，而是让你们在遇到的时候，对于这份新的连结，想不想要尝试一种全新的方法？好，其实这是愚人牌在这一个新关系到来的时候给的一个关键的核心。好，那我们从分支牌再来去分解一下它这里的概念。审判牌出现了，所以它代表灵魂的觉醒，非常符合。但是审判牌代表什么？过去的山谷里的回音，好像你藏在了某一个位置的回音回来了。它有时候因为审判牌会有一点点像是在重播你之前人生的一些画面然后那些重播的画面，有些你其实还没有理解，你就已经离开了，只是会在未来的现在的自己觉醒之后，才终于明白那一个过往你没有理解的事情啦。所以呢，这里出现审判牌，代表这一个人跟你的后来相遇，跟你慢慢接近的时候，你会有几个感觉。第一，可能就是我终于明白了那个时候的我是怎么想的了，怎么决定的了，怎么感受的了。我也终于明白当时我其实错过了什么，然后我现在明白，如果要再重新走一次的话，我已经会用别的不同的方法再往前走了。这是审判牌在这里给你的一种新的灵魂层级的一个新的清醒啦，让你有机会再说清楚
让你在这个新的人出现的时候，你有机会在表现得更好，而不是像之前一样藏着跟不理解之中。那这里为何会这样说？表示这一个我们以为心里所期待的人，这一个人，他必须要符合我们心里所期待，可是就不是。他只要符合什么？他会听到，他会看到你的这一个新的觉醒，你的这一个新的表达跟新的自己。其实是这神谕牌所代表的两个人能量的一个交流，跟一个，我就觉得它是一个跳跃往上的一个跳跃。那芬泽尔的宝剑皇后呢？他讲的其实是一种 repeat 重复然后，但是他也有一种过度自我保护的机制啦。其实他在你们的将要的相遇里面提示一个小小的东西是，其实你们两个现在都不是一个莽撞进入爱情的状态，也不是一个遇到爱情就要立刻把握住一定要爱下去的状态。正因为你们之前刚和宝剑三的一种受过伤的那个伤痕被强化了，所以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敢冒险。所以这张牌提示你，也许愚人牌出现的时候，你们会决定或决心想要往前走，但是不能只靠理智的判断，而是要把以前过往得到的情感的经验和现在所得到真实情感的结论放进来去思考。现在的这个新的关系，眼前的这个新关系会长什么样？不然再多的机会也会因为太多的理智判断来把以前过往的失败跟错误过度的理智判断成为你的关键决定的话，即便眼前的这一个机会再多，都很容易失去。这段很难形容，但是我再把它简化的，就是说，不要让过往的经验的情感只转换成完全理智的判断，就是如果以前都这么做，我一定会失败的。这样子，我以前做过的而导致失败的，我现在再做就一定会失败。如果你用这种绝对理智的判断来判断一个新的概念出来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错过很多好的机会。那这里所说的真实的情感犯贱人是，那一个相信彼此有改变的那个可能性，其实在你们非常靠近的时候，会感受到那一个氛围跟情感，那个也要考量进去。因为什么？因为一个新的周期，新的自己，新的他，其实你能够感受到就在眼前啦。这个东西不要把它完全抹灭掉。那一个可能性就在这个其中。记得愚人牌跟审判牌有一个灵魂层级的觉醒，代表什么？你们其实早就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些理智的之前的错误的，可能就只是一个借鉴，可能就是一个提醒，而不是决定的关键。这个你要再判断清楚。好，那毕竟这一个部分我们要讲的是你们两个相遇结合的一个关键东西嘛。那综合起来，我会觉得你们之间的关键不是认不认得彼此，而是愿不愿意舍去过去的模式，给新的模式靠近的机会。愚人牌里面说，你现在可以重新开始，然后不再需要照着旧的剧本走。而审判牌说，但是你要诚实面对过去的错过，但是不要拘泥在那里。而宝剑皇后说，别再只是想的太多太理智，而是要学着从你内在的直觉的情感说出口，让对方听到，好吗？好，那这个就是这个部分那我们再往下看来，我们差不多要到最后1/4的位置了那我们要跳离我们现在的一个凡人的空间，我们要跳到宇宙去，跳到更深的密契主义的角度的位置就是更接近神秘主义的核心。这个我们就不解释，我只是告诉你说，我们离开了很远，然后再重新来观看你们两个人现在的能量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先翻到的一个位置，我认为那个是个绝对客观的位置。我把这边
设定成说，如果我们用超级绝对客观的角度，就是没有带任何主观，用一些资讯跟知识的方式来看你们现在的关系，来找到某种真相跟通往未来的可能性的那个道路的长相的话，很不错的是，竟然抽到了太阳牌。太阳牌最表面的展现就是一种圆满的状态的显化，还有一种两个真诚灵魂的相遇。而我们现在的这个绝对客观的角度，我也把它设定成是一种绝对正念的。我们要排除所有的负能量，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一种循环在你们附近的负能量那个位置，其实我是把它设定成是绝对负能量的位置，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把它设定成绝对正能量的位置。那它又出现了太阳牌，这代表什么？你们的未来性是温暖的、清晰的、可进行的。这段关系不是短暂的，也不是错误的，它是有存在本来的意义的，而其中带来了某一个任务。在这里最看到的表层任务是，因为这份遇见，让你们成为更接近真实自己的状态。因此，太阳的能量其实有3个关键点，分享给你一下哈，就是它其实能够照亮整个关系的真相，它也带来了你们两个一起成长的某种祝福。记得哈，有的时候在很多方面，神秘主义炼金角度来说，你虽然身体可以去进行显化某些东西，但是没有更高层次的宇宙能量、神、天使各方面的祝福的话，它很难这么顺利的达到你们心里所渴望的那一个愿望。所以太阳牌的出现带来的第2个关键点是，它给予你们的成长的祝福。它代表了这段关系可能不是变得更成熟。不对，我修正一下，重来哈。它代表的是这段关系是会变得更成熟，但是不是只靠依赖，而是靠理解。这是它祝福的内在。那记得太阳牌里面是有一个儿童般的单纯在里面的嘛，很多的意象都有。它代表了什么？你们的关系不是只靠激情跟碰撞出来的火花，而是要像在炙热的夏天午后的阳光下，仍然能清爽的赤脚走在路上的那一种简单、舒适、轻快的美妙的感受。所以太阳牌在这里出现在这么客观的角度来说，就是表示它对于你们未来的发展的一种信任跟确定啦。所以如果要用宇宙来对你说的话，这边它牌面上是说，你没有看错人，他就是你所期待的人。你们之前的感情并没有任何错，不要自责，因为接下来的感觉一切都会很接近最真实的彼此。要相信这一份路往下走。这是这个牌在这里所讲到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支的2个内容。虽然看到都是逆位，但是我觉得在这边都比较算是一个提示还有一种自我的问答。那这些可能要告诉你说，不要对自己的想法跟太多疑惑。那我大概把他这里所提到的一种自我对答的题目，大概先告诉你，先有心理准备。就是你可能会对自己提问说，在未来的关系里，我能控制出我不要付出的比较多吗？我能不能不要再像之前一样那么主动，会比较好呢？我对他的好，他是不是都没有看到呢？这几个类似的这种扎实生活上的疑惑，就是逆位金币6会给予你的啦。因为它原本金币6是一种给予得到相对应的回报，可是逆位就变成是一种回报的不平衡，所以你才会有这些疑惑嘛。因为它处在一种平衡，跟你是处在施予者还是受予者的这个状态，在做一种对撞。所以这边逆位金币6这里，我要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提示，要记得我们时常说，2个人在一起有爱情的语言，属于你们的爱情的语言。可是在这一刻可能会有爱情语言表达的不一致或模组的不同，慢慢的你们会找到了，只是在还没有找到之前会有这一个程度上的疑惑。所以记得理解跟体谅要同步出现，不要直取直意的去索取，记得这个直取很重要。要更多的倾听，跟试着在你的不理解中强化你的理解能力，听更多，理解更多，感同身受更多，那这一个平衡就会
被你们化解掉、润滑掉。来，再来逆位的金币五，这里最浅层的意思代表穷困跟困难，跟能量的匮乏跟消化。但逆位的能量反而有点小小的修正，因为它逆位了，表示它不会只着重在所谓的匮乏跟困难中，而是会因为困难跟匮乏。穷困与困难之中，反射了某种更关注于安定跟保护自己的能量。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我觉得它就没有它本来正位所带来的那种匮乏意识那么强啦。反而是走向了某种防备机制。所以对于我们刚刚前面的金币六的提问，其实就在金币五的逆位的时候产生某种解放了，因为想关注两个关系的更加的稳定跟防守，所以反而强化了倾听，跟着重于去理解彼此的需要，而不是在正位的时候只感受到自己没有被需要的那一种匮乏感，懂吗？它是这样反过来，所以这两张逆位反而呈现了一种互补状态。但这里也是在讲你们两个人开始有靠近的时候的那一些初步的感受了。所以你可以做一些心理准备啊。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到一些额外的我自己翻的一些都是一些神谕卡跟炼金牌的一些提示这都是非常多的一个好的建议。像是在灵魂的结合里面，我们所找到的一个提示语叫做奇迹的实践，奇迹的显化。那它在这里出现的时候，表示说，当你们两个愿意去听到、倾听内心真正的情感之后，你会发现会有一种某种奇迹式的事情的发生。两个人会创造出一种只有属于你们的爱情语言模组的一个空间，然后会更加的进行到某些很真诚、诚实的对话状态，就会产生了一种非常能感同身受的下一步，也愿意对对方跨出了新的那一步。所以它会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好像初期看起来这两个人不可能成为不错的恋爱对象，可是现在却因为某种倾听而变得不一样了。这里在讲的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内化的一个关键，有点类似奇迹感的一个变化了。那时间的波动上面呢？时间的波动上面，这里提示的是接下来大概1个月后的连续2个月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后面的3个月，可它还是一个波动，它就是第1个月可能是控制的这个状态。那它第1个月可能在讲说两个人可能有在开始慢慢的接近了，然后大概在第2、第3个月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比较深层能量的一些交流了。好。那大概在1季之后，可能关系上就会有一些新的改变，接近的程度、内容这样子。然后，可是3个月之后，再往后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进入到了我们刚刚前面的有一些新的阶段、新的契机点的一个空间里。所以你会发现，你们终于进入了愚人牌所谓的无限可能性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概念上来说，大概这一刻靠近，就还有这个3个月的一个变化期，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了哈。它应该有慢慢的逐渐靠近的一个状态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不能忽视的动物灵的提示词哈。2个动物灵提示了所谓的蜕变跟平静，可是它引申出来的有审判牌跟倒吊人牌的一种意识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连接到塔罗牌里面，再回来再看一次。那蜕变的动物灵卡在讲说，它只要突破了那一个告知你的第一个对话。一切就会呈现出审判牌所带来的一个能量，就是我们跳了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要进入那种逐渐觉醒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这里在动物灵可能想要对你们这份关系的提示，就是记得那一个还没说出口的口要开始了，不要再等待了。那再来平静的这张动物牌来说，其实整个2个人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停滞，或是没有发展性。其实有这一份停滞状态，其实你要把它转换成是一种平静状态，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会影响情绪，也不会有想象中那么激烈的冲突要发生，所以它必须要提示到。所以动物灵牌可能对于你没有提示的效果。可能需要我们把它丢到宇宙一样，要在他的梦中或白日梦中，他听到了这2个提示。好，
他才会有种小程度的觉醒，才会有一种往前进、靠近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这边所能做的就是，如果你有感受到某种爱情的靠近的时候，记得不要害怕，也不要抗拒心里的那种激动，只是还是要平平静静的把它展现出来。好，然后不要因为爱情靠近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个激动，让你回忆起以前爱情的挫折感。好，这里在讲的是这个。好，那数字组合里面提示了几个很简单的东西啦。好，我直接把这两个综合起来讲，就是其实你们两个人的关键不在于两个人都处在某种可能在逃避新爱情靠近的一个状态。好，所以让你们两个的距离在这种僵持之下就完全没有靠近。其实他这边说的是，只要有一个人的心境上不再逃避之后，这段关系就会突飞猛进的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因为这两个数字牌的火能量非常强，它很像是一个喂太饱的火车，喂太饱的煤矿，它停不下来了。所以只要不逃避，它就会往前冲。我这里在讲的是这一个状态，但一样，在这个意思就是丢到空中去。好，那如果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的话，可能就是你们之间其实开始展开对话的时候，一开始你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浪漫的告白啦，其实不是，而是一种慢慢的、真实的理解对方的存在跟语言内心的东西，然后在这一个开端的时候，诚实的展现自己内心的语言，才是你们两个慢慢接近的一个主要核心的关键。那若以时间来说，这边确实还是有在定义说，未来3个月是你们两个人能量流动的关键期。他希望你不要期待他要立刻主动，也不要责怪他或自己等太久都没有行动，而是记得当这个感受出现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一切都是不一样。我要换个方式，要用新的自己，再重新靠近一次爱情后，不要用以前很多过去的一些经验各方面阻扰自己。这里在讲。好，那还是一样我还是要去回到这个遥望的宇宙，我们要跳回来回到地球，回到地面。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前面的所有塔罗牌的讯息，来看一下现在你们生活的关系到底是不是陌生人，还是已经认识的朋友，还是非常浅的点头之交，或是已经有一些对话，然后关系模糊还是暧昧，不知道我们要把这一个明确的关系来确定一下，所以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些牌。我回头看一下逆位的金币骑士、逆位的魔术师跟逆位的权杖2。这边好像说你们曾经有交集，但是停了下来。你们之前在网络上或是一些小互动里面有互动过，但是停下来，没有再往前已经知道彼此的存在，可是还没有进入彼此生活的核心，很难诠释这个人是谁，对这个人理解有限那再来，在宝剑3逆位、宝剑皇后、影视世界牌这个位置的话，他有偷偷透露了这个人有机会是可能是以前的同事、以前的同学、朋友的朋友，或是在网络上认识的陌生人，还没有见过面。那有些土能量我觉得不强，但是他有在暗示在工作上曾经有接触过的人，就这样。但我觉得这一个提示有点太全面了你看，连同事、同学、朋友身上都有。我会觉得以顺序来说，你们当初的接触比较多的是合作关系。它不是你们私生活生活的朋友的朋友而已。我觉得没有这样子，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是一种询问、一种解答，一种互助的讯息有出现过短暂这样，然后没有留下印象，可是他有记得你，你有记得他这样子那这里就做参考主要是因为这里影视牌、世界牌的这个能量很强，有这样子做一个提示给你做参考，让你去想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那再来愚人牌、审判牌、宝剑皇后这里说有代表了某种出现，这是已经是第2次出现的一个状态了，表示他之前就出现过了，所以他可能就在对应上面我们刚刚说的宝剑3逆位那一个状况里面。好，
那最后太阳牌跟逆位金币5、6这个状态，它只是说，其实你们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往来啦，所以它必须要整个开始。好，来下最后一个结论。你们是认识彼此的，但还没有真正的熟识，还没有发展成实质的朋友关系，就这样。这个就是最后的结论。那你再期待一下，再观察一下。好，很长哈。那希望都给你一张一张牌讲到有足够的讯息哈。如果你没办法从头这样听到尾，你可以到我设定那个时间节点一点一点听，然后分散时间听都没有关系。我会把它设计的比较仔细，让你们比较方便聆听哈。希望现在这样子解牌的这个方式，你们能够比较习惯，甚至也能够学习跟理解到自己所看到的牌跟我所看到的讯息，给你们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感，跟真的得到某些讯息的趋势。那就这样，那很长，非常感谢你听到这么后面哈。那一样祝福你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部分的朋友哈，因为内容很多，我每一张牌都会讲到哈，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那我们从我们一开始我设定的第一个排位的提问，我做的提问是说，你们现在这份关系，这个你所期待的人，他跟你的关系，他是陌生人吗？还是你现在已经知道的朋友？那我们抽到的是金币7，是一个土能量的牌，再来抽到女祭司牌是水能量的牌。我们先从金币7这一个位置来看一下。其实在这个阶段有在暗示说，这是一个播种的时期，轻轻松松、无声无息的在你们关系里面已经播种下去了。所以金币7带来了一种正在富有期待感跟等待感的一个能量，正在底下浮动着。它没有一个冲动的讯息，它也没有一个探索追寻的讯息，它是选择现在在原地慢慢的等待着一个状况。那基于金币7，它是一个土元素的语言，它在原本的本质上是不太在乎动荡与不安的，它只关心在这个现在的关系里面。那要往未来走的话，它现在走的每一个脚步走的扎不扎实啦？陆地上走的稳不稳？这是你们关系的一个很稳健的开始。所以，也许他在跟你开始的第一次对话的时候，并不会有那种很热烈的邂逅的一个状态。但是你们第一次对话的时候会很奇妙就是会有一种也不是算很熟悉，也没有算是非常陌生的一种暧昧的氛围里面，但是不是爱情里面的暧昧，而是它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情愫，也不能说情愫，它就有一种就是你耳边会有一个的这种气息的声音在旁边环绕那这里金币7出现也意味着这个期间是有一点叫做观察期，可是这个观察期不是他主动观察，而是一种被动的观察。他会在你时常出现的时候才会特别去感受你，去观察你，这个就是一个被动，而不是他随时随地去追你、追寻你、去探查你在哪里的那一个观察。我们刚前面已经说了嘛，那在这个阶段，其实他也在衡量要投入多少，要投入更多，对你的在意要在意更多，还是慢慢的减少在土的本质里面，本来就带有一种怀疑跟谨慎的一个状态啦。它其实不是火能量那一种会用热情去仓促展开的一个状态，所以它需要一个时间的验证。所以土的能量在这里所代表的等待，其实不是一种无能啦，它其实是一种高度负责的一个行为它在这里，它的位置是他想要确保他所有的付出跟灌溉都能够孕育出可以收成的东西，所以这份等待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选择，因为在我们的分支牌里面，女祭司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强的水能量。那这个暗示这份关系里面有潜藏着很大量的，其实你们还没有感受到的一些情感能量的流动啦，只是双方都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知道那是什么我们来解释一下女祭司牌这里水元素的时候，它的核心定义是它的价值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默的看守门口的人他其实在这个能量里面，他是静静的在看透这一切不会主动去揭示很多东西。所以在表面上你们两个看起来陌生，可是在灵魂的层级接着是在灵魂的层级，其实早就已经启动某一种你们之前在不同象限里面
的熟悉感。那一个熟悉感已经产生你们彼此的共鸣，也就是说，也许你感受到他，他感受到你，这只是一个先后顺序啦。他在你出现的时候，他已经感受到你的存在了，也许他叠加的那个感受比你的快很多。然后在你的潜意识或者他的潜意识里面，如果我们两个有对到眼的话，其实你们是早就知道彼此是谁，只是两个人没有真正的进入彼此的日常生活里面，彼此进入彼此的时间轴里，这样。还有梦里有可能有遇见，可是立刻被遗忘所以这个就是女祭司跟金币其在这里共同构筑的某一种整个能量的结构一个正在等待关系萌芽的状况，一个是早就洞悉这份关系的可能性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这个就是两个种子在你们彼此之间种下，可是要成长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所感知到的、所要求到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可是共同的是，这个都是两个未发芽状况的两颗种子，可是可能在土壤里面已经长出了一些根可是已经在种子底下根的位置已经触碰到了，差不多这状况，可是在土的表面上还没有长出芽的一个迹象我们再回到从风水火土来去形容一下土元素，在金币7号所主打的一个价值叫做持续与稳定的一个能量场合它反映出你们其中有一个人采手比较保守跟谨慎的步伐，是对于爱情差不多要出现的时候，并不会急于靠近然后水元素的女祭司在这里，在你们两个能量交流的这一个交流情况里代表了一直在不断的在灵魂的深处，两个人在吸收彼此的能量结构这个其实你们不太感受得到，可是会在你们两个真正开始对话的时候，发现你们的共识、共同默契，很多东西好像就产生了某种熟悉感，会在第一次对话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很熟悉，其实是因为你们常常在很接近的空间跟时空里面，常常都一眼晃去看到、知道这个人，然后就这样流动过去，或者之前跟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看到、知道，然后不一定会点着头，可是眼神上面是已经知道的这一种能量的联动所以这段关系的一个本质其实是落在了这两股力量的交界处，就是边界的摩擦的地方，其实还没有重叠，还没有进来，所以实质的时空里，时间跟空间其实也没有拉近，可是心里的那个雷达跟侦测其实已经打开，已经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还没有进入到想要探索的这个动作，跟那个要探索往前探索的那个按钮，就很像是我已经看到了月球或者金星、火星，然后我们还没有派出太空梭火箭出去探索它，可是已经看到了，是这个状况这里的话，我觉得这一个组合要去定义你们的关系，我觉得你们真的不算是一个全然的陌生人它比较像是一种半熟悉的状态你们虽然身体肉体的世界里面还没有那么靠近，可是灵魂的世界已经打开了通道它最常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当你们开始对话的时候，第一句对话的时候，会像是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可其实你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所以你们这个对话比较像是，其实我看过你很多次会变化成这个样子但是它的这个回想跟回忆不会有非常明确的具体的场景，然后这个不是一种记忆上的错乱，只是说你们在非常靠近的时候，能量在对话，可是你们的身体没有在对话。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水和土能量结合的一种深层的呼应，然后它是一个有呼吸的状态的。你们在非常靠近的时候是有一种呼吸的状态，共用同一个空间的空气在共同呼吸的一个状态，达到了某种共振同频某种短暂的对齐了。所以这样的组合也在预告着说这段关系的开场其实不会那么激烈，因为它就是一个缓缓的，没有突然爆炸式的，没有像电影式的邂逅的情境，它是一个慢慢的认识，慢慢的靠近，然后就很像是滋养土壤，让土壤吸水的这个状况，从外层慢慢的湿润到内层，它需要一些时间才可以看到一些发芽的状况。那这里其实有在偷偷讲一件事情是，其实你们的生活的时间线时间轴时间表位置空间其实很靠近多注意一下彼此重复出现的场景跟重叠的影子，或是背影的剪影会越来越厚，越来越清晰。那我们再回到水火土结合的意思的话其实它这个是你们彼此之间已经在不断的在从内在做培养了啦。这个火花不会出现，然后初期前面有一段时间言语的交流也会比较少那
看似好像真的没有一些身体行动上的对话，看似两个人在整个时空里面是呈现一种沉默的状况哦。可是我会把它当成是因为水土能量的结合，它就是一种无声的成长中。你要一直回到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它就很像是在土壤里面放下种子，你不可能每分每秒都看着它成长，即便你每分每秒看着它成长，你也看不到它的成长。它必须要过一段时间才看到，靠近了，长大了。哦，所以你们会在间隔一段时间的再看到的时候，那个熟悉感会一步一步的加重加深。哦，这个就是在这里，你们的能量跟灵魂不断的在对话里面，在无声的发芽那个情感啦。哦，那我在想，我要不要从女祭司牌这个地方来去强调你们的灵魂看到了什么？其实你们的灵魂在某些已经明确的直觉里面，灵魂已经相信了那个直觉，相信什么？已经找到了彼此的某种节奏，已经开始在感受彼此的某种节奏，而这种节奏其实让你们两个的时间表跟常去的场合位置也慢慢的重叠的更加的契合度一直在往上升，可能比较重叠就是20-30%，现在已经慢慢的40-50%、60%这样子一直往上升。这个就是女祭司所带来的水元素的最高智慧、最成熟的一种内在灵魂的一个表现。她把这一个直觉成为一种某种灵魂上的拉近的一种行动力，可是这个就是一种无意识、不知不觉的靠近。你们到最后在认识的时候，才发现这是某种很奇妙的吸引力，加上某种默契。可是等到你们真的对话起来的时候，才会误以为你们有相同的习惯。其实，在能量的诠释上面，是底下就已经有很强烈的拉扯，把你们拉在同一个时空里面了。然后，在接受着自然而然的接受着土能量所带来的一个空间感、时间感跟场域感，然后产生了好多很像很类似的巧合。其实那都是内在女祭司牌所说破的一点。内在的直觉已经知道看到眼前这个人是适合的，所以一直不断在能量靠近的时候，把你们两个拉起来，让你们两个在无意识中的觉得说，我喜欢这个时间，我喜欢这个空间，我喜欢这个场合，我喜欢这个时候出门这样子，然后被动的发现彼此的剪影影子，一直常出现在附近，只是什么，一直还没有展开那个可以进入熟悉感的对话里啦。所以你们的关系现在叫做什么？我可以说，我们只讲能量的话，就把它形容成是在能量上既熟悉，但是人际关系上又疏远的一种角色。你应该知道他是谁，但是可能名字叫不太完整。你应该每次遇到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些好奇，可是一离开的时候就会忘记了本身有一个好奇，所以不会有特别想要更多的主动。可是内在的灵魂，那一种暗涌暗潮的灵魂，是你们无意识到的，他们一直在做连接了。所以这一个水土能量的状况，其实我们这边讲的很满了，已经很丰富了。我想你可以理解你们现在整个能量的接近的状况。所以我回到这个提问说，你们是一个陌生人还是已知的朋友？就取在中间了。所以最后这边要补充一下金币能量所讲的一个小小的点。他说金币7号其实酝酿着一种等待，可是这个等待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选择性的等待。你等待着你心里所期待的人，也许就是这一个人，可是你心态上还是在等待着某个不是这个人以外的人，但是他的错过的契机只是也许已经等到了，只是还没有进入那个了解跟接触眼前这个人的那一个契机点，所以他就在这个朦胧里面产生一种好像错过又好像靠近的一个状况。主要是因为你们这一组在这一个牌的定义底下，它的剧本并不是所谓的一见钟情的剧本，它是一个慢慢的发现这个人就在身边的一个慢慢生根、细嚼慢咽的剧本啦。只要在这里牌金币7所给的一个提示是，只要你能够耐得住性子的体会整个场域的变化，还有等待，并且可能在暗示你要放下那种期待要有剧烈强烈的剧情转折，那个大火花爆炸的那个时刻，记得要放下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一个人出现在你生活里面的时候，是一种平平凡凡的就出现
的时候，那一个光芒虽然不会很强，可是内在的连接，你会感觉到在第一次对话里面就已经会非常深刻了。好，好，那我再看一下哈，这里好像还可以提到一点点，一些金币七的数字的东西金币七里面所谓的七，代表了某种很不错的思考跟质疑的一个震动。它不像火能量是一个那个强烈的，或是风能量是分析的，水能量是柔情的。土能量的一个沉思，在这里其实已经走到数字的中间的时候，其实灵魂已经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对话了啦。额外的说，七这个数字在神秘学里面被认为是宇宙秩序结合相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四1、2、3、4的四是物质世界，三是精神世界，所以七是这两个世界的总和。也代表它是一个桥梁，所以这里出现七，所以在暗示说这段关系其实早就已经建立在灵魂的前世了，它可能层次了。讲到，因为我要讲前世，不想讲到后面，就是说这份关系因为七的出现，所以可能已经进入了灵魂的层次了所以它有可能是前世的一些约定。或是某种心理跟梦里一直反复出现的影像，然后这个人契合了。所以在这个人一开始第一次跟你对话，跟一个语言或者一个眼睛的时候，你会产生某种很奇妙的记忆感在重现的一个状况。那在看到女祭司数字的2的话，代表说它是有一个二元性的价值，就是你跟我，我跟你，自我然后我的自我跟你的世界，或是我的意识和潜意识跟金币七的东西不太一样，女祭司的比较像是一扇门它在引领你们进入灵魂更深的领域，然后契合到刚刚7号所谓的，你们早就已经在那个灵魂层次里面有连接，只是这一个门在帮你们打开，来知道说原来在那个灵魂层次已经接近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有非常有契合默契的位置。所以回到生活里面，它在暗示的是，当你们第一次对话的时候，你们其实很快就可以进到比较深层内在灵魂层次黑暗面的那个位置，会发现你们有很多东西很相似、很契合，主要是这里在说的数字里面所说的，已经有通往内在灵魂连接的那个位置了。所以最后在这里所揭示的真相就是，你们两个看起来很像陌生人，但是灵魂早就已经熟悉只是这一个等待，我觉得比较像是慢慢的拥有跟拥抱两个人的能量，然后再共同的打开那一个往灵魂层次的门啦。也许这一个门在等待的是你们两个要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位置，要一同打开这个门，才会直接进入到灵魂的层次里。好，那差不多我觉得第一个提问差不多就到这个位置已经讲蛮多的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提问我们要来直接看的就是说，这个人是我心里所期待的人吗？虽然前面第一组有讲到一点点，但是第二部分我们再更深入的把它讲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翻开的是命运之轮，而且是正位，这个位置非常好那这代表时间跟你们之间关系可能有的因果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捩点的位置，而且这个转捩点的能量价值的重量非常沉重，已经直线的往下掉，就是它一定要反映出一些东西了所以经历了金币七在女祭司之后呢，我们反映出了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人是我心里期待的人吗？其实我把它设定在有多符合我心里所期待的人所以我们直接针对命运之轮和10号这个数字来讲，其实这一个数字很特别，10号有点结束又开始，结束就开始，所以它代表什么？循环，还有它的一个周期。所以它不像9号那么封闭了，也不像11号那么前进，它是一个动态的环节，它是一个界限，它是一个转运站，它是一个轮转的。但是它代表的是，无论你愿不愿意走下去，这个变化已经你没办法避免，它已经要发生了。那回到命运之轮是属于火元素嘛，它也许不像权杖那样有个人的行动力也不像太阳牌有那一种很耀眼的把很多事情都照亮到全面绝对正能量的位置。命运之轮它带来的是一种
宇宙的原始的动能，是一种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要产生某种变化。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在这段关系里，那一个你心里所期待的人，其实已经不再只是你选择，你有没有权利选择要不要爱这个人？他有没有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而你决定要不要爱的这个位置？其实命运之轮在讲的是，你即将被命运之轮的这一个一定要带来的变动，而做出命运的选择的对象。也就是说，这一个人是在你的人生里面重要的时刻该出现的人。其实他要讲的是这个，已经跳脱了所谓的你期不期待了，因为他可能后面所带来的改变，已经超乎心里所期待的这一个形容词更高、更往上的一个价值了。因为这里命运之轮所带来的火元素的出现，打破了，其实在这个阶段打破了金币七跟女祭司那一种水土构成的一种静默的结构。这里的火元素带来了水土能量发芽后的一种强烈的推进，就是说，之前的水土能量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还没有发芽，可是这个火能量进来呢，说有点像是催促着他们快点发芽，该发芽了，不要再等了，该发芽就该发芽，该来的就来，用一种连种子都无法预料的方式，推动他们要进入了发芽的这一个时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变动要来了。所以这一个命运之轮它为什么会这样转动，我们就必须要从分支牌看一下它怎么说。所以这边有两个，我们出现了皇后牌跟逆位的金币骑士。皇后牌这里，一般来说皇后牌其实它是属于风土元素了。那它这里，我觉得这里我会特别提到水元素的能量，是因为我觉得在这里有某种直觉，它同时因为火出现的时候，它同时连接到了权杖皇后的那一个水能量。所以他在这边命运之轮的释放能量的连接的时候，他突然强调的这一份皇后的水能量，是到了其他皇后权杖啊、皇后金币的那一个位置的皇后的水能量，连接到了之前女祭司的那个水能量，所以它被强化了这个水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回避掉它原本是风土能量的一个结合，因为它这里在讲的皇后牌在这里出现的一种感性跟滋润还有照顾的这个能量，它比较偏向另外的4个水能量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并不是完全否定风土能量的一个概念了。没关系，我们把这个东西我们不要再去这么尖端的去看这里，我们把它回到说在命运之轮的那个火能量如何推动了皇后牌内在所引申出来的水能量的那一种气息，那一个柔性的召唤其实他要强调的是这个火能量，因为某些其他的水能量来作为一种全新的推动让它的一个动能的一个架构往上推。好，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来看逆位的金币骑士在这里说的一个东西金币骑士本身就是一个土跟火能量的混合啦其实他这里一直在强调命运之轮所带来那个火能量非常强大因为它那个变动的核心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强迫性命运之轮这边强迫了你们一定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不能再像前面这样子等待。所以金币其实在这边出现的时候，它代表了一种节奏虽然慢，但是有在想要往前的一种责任感的角色跟能量出现。然而它出现在逆位的时候，这种本来就节奏慢的行动又变得更慢了，反而我们要把它看到一个好的位置，是它现在变成一种谨慎，跟有点害怕改变，有点不太愿意冒险的一个状况。可能就是说，他明明有靠近你的条件，记得是条件，表示那个意识，可是迟迟不动作，就是在你们两个很靠近的一个时刻跟生活状态里面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一个很靠近的一个主动性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等待他在这个舒适圈，也许也有你然后再让两个人非常靠近。所以回到命运之轮在这里所变成的一个架构，就是说，命运之轮如果是这一份关系下一个阶段很重要的推手，那么皇后牌里面的有一种柔和的一种讯息，一种对于未来滋润之后发芽果实后面的一种感召、期待跟渴望的那个感召的话，那么这个逆位的金币骑士就会在这一个卡顿的状况里面，发现这个人，这个没有动作的人，好像是你所期待的人，可是同时你会发现他好像还没准备好。毕竟逆位金币骑士的这个能量还蛮强的啦。你会明确的发现说，他好像已经出现了，但是从直觉上面、感知上面就觉得说奇怪，在这个现实的位置好像就是彼此都
没有要靠近的那个渴望，因为那个没有要靠近的渴望里面有一个彼此都没有准备好，或是你直接知道这个人没有准备好进入爱情的一个感觉。虽然你无法真的很确定，但是因为逆位禁闭骑士的那个能量，他就会一直强调所谓的快要错过、迟到、慢半拍的这个讯息，会一直在脑海里面不断的浮现，所以会构筑你对于好像有一个爱情，好像有一个喜欢，好像有一个爱慕的感觉来的时候，同时也传来了一个他其实也还没准备好，他只是停留在那一种眼神看到的有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在命运之轮皇后金币骑士这里4个元素的交错里面命运之轮的出现代表这一个被安排好的火能量要启动了你们两个这份关系的下一个阶段的改变。那皇后牌这里所带来的那个风土能量可能有点像在空气里面飘散的某些花蕊啊，一些滋养啊，蜂蜜啊，正在整个大地里面正在滋养着这份关系，然后再去塑造一个你们可能比较好相遇的位置。然后这里我们还是不要错过了它其中一直在暗示着其他位置的皇后牌，比如说权杖皇后、金币皇后、圣杯皇后，那里的那个皇后里面所带来的水能量，所提示的感性跟创造力，也在这一波的命运之轮跟皇后的结合里面产生一些小小的作用只是有点可惜，在我们这一个题目里面，金币骑士是逆位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土，它在对于命运之轮所带来的这个行动力上面，好像在你们彼此的脚下加了一个负重，加了一个铁块、铅块，让你们行走的变缓慢，所以这份靠近会比预期的再慢。即便已经意识到了彼此在附近，有感受到了这个人可能是我所期待的人，可是那一个前进比想象中的再更迟缓。所以只能说啦，这段关系正在处在某种有可能的困境里头，彼此的矛盾会在非常靠近的时候会产生某一些奇怪的错觉啦。你会感觉到这一刻差不多有来了，你会感觉到好像能够窥视一下未来的一个轮廓，就在跟这个人接近的时候，有某种可能性的暗示，有暗示在你的脑海里，也有暗示在他的脑海里。可是当下的状况一直处在一种迟缓跟保守的概念里，有点在徘徊虽然他的状况并没有完全拒绝靠近你，可是实实在在的散发出，我也知道我还没有准备好成为那个要进入靠近状态的那一个人。那你这个部分你也会感觉到，所以在你们两个很靠近的状况里，其实这个感觉它并不会是一种很明确确定说我知道的状况。可是在某些眼神的交换，像我们刚刚说的剪影、残影重叠的时候，你就会依稀的知道说这份距离是因为那个准备不周，那个准备不足，所以散发出来的那个讯息跳过了内在灵魂，我们刚前面讲女祭司的那个直觉之外，其他用来成型的那个轮廓，看到未来的那个长相的这个东西就没那么清晰之外，即便看到了也没那么相信或现在会在这个状况里那以数字来说，好的数字就是命运之轮已经来到了10了啦，表示在整个周期跟命运的拖延方式来说，的确是要到一个转换期了。所以即便这个拖延这一个东西挡在这里，但是我觉得能量上还是要转换了所以可以再期待一下。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在这个题目里面呢，我想水元素的能量还是很强那皇后牌所映射的那些其他的水能量，我觉得它是在暗示命运之轮所带来的四方能量和风水火土里面所连带的一些依稀的小小的能量，正在整个空气在发散中，在滋养中。可是滋养了什么，要长出什么芽，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现在大概就是这个状况了。但是记得我们抽到的这里最大的核心的牌是命运之轮，表示已经差不多接近了，或是已经踩到了那个对的节点跟时间的节点，就差那一步，要直接把那个我们刚刚前面是不是有说，女祭司说你们灵魂早就已经有所联系，可中间卡了一个门，所以要等待那一个同时对齐开门的那一个时刻。而命运之轮说，到啦，
到了，该开门了。其实大概就在这一个时刻的边缘跟前前后后的位置哈。所以我们回到说，这个人是到底有多符合是你心里期待的人？我觉得在这几张牌给的答案就是说，很难从你的角度去确定是不是，因为他好像在命运之轮的故事线来说，你慢慢就会知道是不是了。虽然这样讲起来好像是个废话了，可是这是他这里唯一给你的答案。那我所认为的真正的答案是，你现在是看不清楚的。我觉得他讲的是这个，你现在看不清楚，因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认知还没这么多，加上逆位的土能量，让整个展现迟缓了下来哈。那这是第二部分的，第二部分挺复杂的，尤其那个水能量的那个状态。好，那目前我所能解释的只有到这个程度，我再看看后面有没有更好的解释哈。好，来，那我们接下来进到第三个部分。进到第三个部分，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在你们两个能量彼此之间回荡的，会有一些比较差的、比较不好的负能量。我再看看那个负能量到底怎么影响现在这个状况的进行哈。好，那我们第三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抽到的是宝剑6哈，分支牌有权杖骑士、逆位的命运之轮，命运之轮这个时候又出现。这里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变革，不过我们先从宝剑6的状况来讲，因为宝剑6本来的在这个牌位的印象就是牌啦，塔罗牌的印象就是一个船往前走，走向一个未来的方向哈，看似平稳，透露一种沉重的过渡感哈。其实这张牌的写照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终结，也不是一个开始，它就是一个中断，但是不得不离开，却又无法靠近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们在船上，水能量在推动着风能量的行走，所以6这个数字在塔罗里是一个常常关于选择、过渡，还有一种过程中保持和平相关的一个概念。那基于宝剑是风能量的一个变动跟过度理性，还有不断思考的一个概念。过度理性是我强化的，因为对我来讲，我的概念就是过度理性。但是你可以把它用中庸的感觉，就是它就是个理性的代表，的意识，代表着两个人，在能量上其实没有办法做出一些决定跟割舍的一个状况了。就是说，你们心底灵魂上，即便有发现两个人的靠近或是现状有所迟缓或什么拖延，可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些推动彼此立刻靠近或立刻拉远的一些决定是没有的，因为毕竟6号牌在这里。好，那6号宝剑在这里是一个负能量的位置，所以他可能在讲你们中间的这一个关系的真正没有办法靠近的原因，是因为他处在一个不得不离开，也无法再更靠近的一种僵持之中。好，所以他回到整个关系里，他处在一种我要再前进一步，还是我要继续等候？我要下次遇到的时候多说一句话，还是就保持现状的这一个状况里？这是宝剑六现在所处在的一种暂时疏离、互不干扰的一种状况了。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却没有要很强烈的动机要更深入哦。然后曾经彼此有非常接近过，但是好像也没有非常多的足够的条件，在这份关系里按下暂停还是加速哦，没有。所以在分支牌来说，我们看到了权杖骑士和逆位的命运之轮这两张牌，正好代表了这个状况，也是一进移动的状况，的确是强化了宝剑六所带来的这个冲突跟拉扯啦。细一点讲，权杖骑士在这里代表了火能量的一个冲动跟热情，做很多的决定是要快速决定的，会为了心中的一个念头啊、情感的闪现就立刻冲去的，这是他原本应该要做的，冲向你，或是在很多的每次看到你的时候，心里那个冲动就浮现出来，就立刻靠近你，无论认不认识你，这关系有多尴尬，有多没办法确定，但是如果就权杖骑士的话，那个冲过去的能量就出现了。可惜绕不过逆位的命运之轮。命运之轮在这里再次出现的时候，它表示这段关系如我们前面看到命运之轮里面出现了什么出现了金币骑士的逆位的概念，差不多，只是他在这边用另外一个方式再讲了一次。这一次的命运之轮其实是延迟启动了，
在我们前面的那个命运之轮是已经到了启动的时刻了，可是逆位的金币跟这里的命运之轮都强调了，没有，都有一个延迟状况。2次出现了表示什么？那就是表示现在的时机可能有不可预期的一种情绪或是能量上的阻挡，所以先打断，先停下来。但是逆位的命运之轮在这边不代表说命运不会来，接下来的故事不会往下写，只是说现在是处在一个尚未启动的状况，可能是现在2个人的能量跟接下来可能某一小段时间的生命节奏跟旋律有点不搭。好，目前所有的能量只能把你们推到最近的状况，可是慢慢的发现，在下一个篇章里，2个人的节奏好像不太搭，所以才会有2组牌的讯息告诉你说先等一下的状况。我没有觉得不好，我常觉得这都是一个善意的停滞，是我们无法预测的外力所确定、所影响，而他们所预测到必须现在先停滞的一个状况。其实宝剑6的本位的能量在这里跟分支牌的权杖骑士和命运之轮产生了一种很强的矛盾。所以宝剑6的能量在这里本来就停滞了，可是它多加了一份思考，是到底行不行动？这个题目我们一定要做下决定吗？所以就在这边就停滞下来了。主要是能量在拉扯啦，所以它现在代表什么？现在不是决定这份关系要不要往前的时候。那回到前面第一次看到命运之轮那边说，他说一个转变期要开始，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那一个启动的时间在现在的之后，不在当下，或是已经错过了。因为从这里看得出来是这样。毕竟宝剑6的这个过渡的讯息，它在过渡，我们无法去回避它，我们只能确定这个过渡就是现在在启动前的那个过渡时期，它代表着还需要再等一下，才需要再等一下哈。所以我们才要从所谓的我必须要告诉你，我们必须要找到说为什么没有再往前的那一个能量，那一个负能量在你们附近徘徊造成影响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找到了这个答案哈。那至少这边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没有后退这几个能量其实是停止，它没有后退，它也没有放弃然后而是你们2个的灵魂现在在这一刻有点在看来看啊，探头在看，扶着墙倚着墙在看的一个等待的空间，也不代表对彼此的感觉在降落，也没有，它就是停在这里。所有的思考该不该往前，这些都是多余的，因为这个停滞是在这个阶段里设定好的那其中的原因，我认为啦，就是可能接下来的篇章，你们2个生活生命里要面对的自己的故事线里面，可能有比较更强的负能量会影响着彼此。如果你们现在在更靠近的话，可能那一个彼此专注于这份感情的发展，不在一个非常清晰、一个 pure 的情境里面，所以先踩刹车，再等一下，等到最好的时机出现的那个时候，我们再往下去会更好我在想，这是一个善意的停滞，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主要是因为它是宝剑6的能量，它其中带来了没有波动的风平浪静的阶段。这份平稳并没有要你们去挑战跟面对或思考反省任何东西，它就是风平浪静的这一个阶段你不需要更多的思绪，也不需要去要更多的解答，只需要等待，时间要你等待多久就等待，甚至船桨的滑动也不需要太多，只要平稳的调整好那个方向就好了。所以现在它是一个稳住的情况2个人这份关系那这份负能量我觉得没有太强大，产生了某种抵消，所以现在是处在一个看起来不前进，他给你一个幻觉了，好像没前进就后退，其实也没有了，他就是在这个停滞的状态。现在负能量所带来的一个情境就只有到这样，所以还是可以算放心的。来，那基于这个状况的发生，所以我们就要来到第4个阶段，就是那么你跟他2个人相识结合的关键讯息是什么？我们就来这边看一下他的解答是什么
好，从关键的这个排位上我们翻到了逆位的倒吊人牌。跟你说，倒吊人牌如果是逆位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负负得正的一个状况然后分支牌还有不错的牌，3张都是正的，愚人牌、恶魔牌跟正义牌。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可以找到非常关键的一个讯息那在这段关系里，我们目前来到的是一个关键点，现在处在一种卡住又即将松动的状态。毕竟倒吊人牌本身是一个水能量，象征着静默，跟我们刚刚说的宝剑六是一个静默的方向，可是它更多的是一种内省跟精神上面的升华。然后在逆位的时候，这一个水的静置会变成一种情绪浮动的停滞跟消弭那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往下的位置，并没有完全负负得正的一个状况了。可是我觉得以能量来说，其实它在往好的方向驱动。可是它逆位的一些负的讯息，我还是无法避免的要跟你提示一下在情绪上、内在上，还是会有一种为了某些状况要去牺牲的一种小小的痛苦啦然后还会有一种未确定。感受到还没有办法确定这些东西的一种内心的小小的挣扎了，还有一种想要开口却好像很难开口的那一种小小的心酸之类的，它会在这一个逆位的倒吊人牌里面产生一些小小的情愫，在中间产生一种耳朵的噪音跟耳语然后不过在我的角度来说，我通常都还是认为。逆位的倒吊人牌它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像是卡住了、绑住了。可是那一个绑住你脚的那个绳索，正在处在一个松动的状况，它代表了现在的这一个静止状态，前面的宝剑六的静止状态已经出现了松动，已经出现了转机，已经出现了好的水流跟风，把你们引到对的位置。呼应了我们在这组牌第一次看到的命运之轮所带来的那一个变动的契机快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再来看分支牌3张牌，愚人牌的位置愚人牌的风能量又是0号的能量，代表什么？起点开始了，那个自由的感觉开始了，那个纯真的感觉回来了，那个灵魂的跳跃又重新有年轻的感觉了。所以愚人牌带来的讯息是，那一个没办法决定这个关系往下走的这个状况里面，开始出现一些选项了。有一些契机点，有一些方法，有一些灵感在你们之间产生了，所以他可能会在你们2个下次再见面、更多见面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非常好的念头让你们靠近，或是无意间就展开了那一句话毕竟它里面的风元素有一种轻盈飘忽的感觉我们利用了那个不确定来去展开了更多的选项。反正这么不确定，那更多的选项就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嘛，不如试看看的这个状态，就是这个。愚人牌所在你们未来在更接近的时候会产生的某种可能性的创造那恶魔牌，恶魔牌在这里我们可能你可以去思考，恶魔牌是15嘛，所以它是1+5，它会变成6，所以它在跟恋人牌做一个产生正能量跟暗能量的一个呼应所以我认为。你们其实有越看越顺眼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你们常常一直有一些剪影残影、影子的出现，其实也在累积你们在画面上的吸引力啦。在这边恶魔牌就有讲到了，毕竟我们这第4部分在讲是关键所以这一个表面上的吸引也会成为你们最浅层的一种能量的拉扯，会越来越好奇，越来越想靠近，所以它也在另外一个能量上促成愚人牌所带来的那一种。不确定感的不能说就是很多重的选项，就变成这2股能量好像不小心在你们2个非常靠近的时候推了一下，变成什么？反正我也没有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讨厌反正这个人看起来好像还蛮不错的，还蛮喜欢的，不如来跟他开口讲第一句话吧。可能会有这种很浅层、很肤浅的一个冲动就出现了，有时候会这样子有时候会这样子。我又在这里看到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这一张恶魔牌，它原本是土元素没错，可是它很像之前的那个皇后牌，突然在影射出某些火元素的能量我觉得它这边可能是把那个欲望转换成某种冲动，所以映射出某种火能量的一个直觉，在我这边所看来，虽然我明确知道这一个恶魔
牌它是一个土能量的出发起始，可是不知道为何它一直在暗示着某种火能量在其中的蠢蠢欲动，可能就是也是一样，前面的那个命运之轮一直在牵引着我在这里对于它的能量的一种转换啦。好，所以这个恶魔牌其实它也加了某种动能，也在你们非常靠近的时候成为一种某种冲动了。那再来正义牌，我们在这边正义牌的风能量，数字看一就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概念了，所以它必须要在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回归到非常平衡的状态来去衡量这个位置。那我觉得正义牌在这边，它可能在提醒一个状况，就是愚人牌的那一种自由奔放，想要创造未来的可能性的那一种类似天马行空的态度，再加上恶魔牌这里有一种类似被表层吸引的冲动，正在蠢蠢欲动的这个概念里面，正义牌在这里对这2张牌做一个提示，是说无论如何你们的情绪多高涨，但还是要恢复到比较有理性跟逻辑的状态里面去做一些合理的表达。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人或是你跟他在非常接近的时候，虽然内心有某种不错的冲动，可是却还是会回归到一种比较冷的、类似冷的、比较有秩序的方式做表达。所以代表什么？你们的第一次对话是不能说第一次对话啦，一个比较深层的第一次对话的时候，其实不会乱了套，还是会处在一个比较你们能接受的一个情绪交流的一个状态。我想这3张牌再加上倒吊人牌，如果我去思考它所谓的关键位置的话，我觉得是某种内心的渴望推动了你们在某些类似冲动的状态下，让你们靠到最近。可是正义牌说，它只会把你们2个推到最靠近，产生的那一个很重要的对话，却不会打乱了，或者是搞砸了第一次的对话。所以它关键是一种被动的，是一种蓄积很久的蠢蠢欲动的能量，在你们内心把你们往前推了一下。等待这个时机也不错啦，听起来也算是蛮浪漫的啦。而且这几张牌其实还是在暗示了一件事情，说那一个命运之轮所谓的变动的关卡，其实真的就在眼前了。不要再被自己内在的情绪或是情感在这边拉扯。加上我跟你讲，这组牌里面的恶魔牌，我不知道为何它混杂的很强的火能量，在偷偷推，一直在偷偷推你们，或是点你们这个状况，所以是蛮期待在你们2个非常靠近的时候，那一个对话会从表层的好像不熟悉陌生的对话里面，立刻就掉入了灵魂状态的对话。这里有在做这一个暗示这个代表着你们在真的要开始聊天对话的时候，那个迫不及防的就直接掉入到内在很深层黑暗面、心理共识、默契、灵魂的对话的速度极快，快到你们都会有点意外了。好，又来到了第5个部分就是我们要离开整个生活面，然后跳到比较绝对客观的位置。那我们要再回到一些比较第三人称的方式来专心看这2个位置因为前面那4个部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部分非常难它的那个能量的结构的混搭非常复杂我已经尽力把它讲很清楚。可是我们现在做一个收尾的动作的话，从这里还是一样还是从牌面上看到我们抽到了是金币8嘛，然后逆位的金币皇后，逆位的宝剑10我直接整合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说2个人的关系看起来好像有点原地踏步，因为这里土能量太多，然后毕竟有一些变化牌的牌又出现了宝剑10所以它那个离契机转换的位置跟你们现在所原地踏步的这个距离还算有点远，必须要再往前走几步才会到那一个跨越2个彼岸的那一个位置了。我认为他这里在讲说，除了前面的那一些内在的动能够再把你们往前推之外，那可能照你们自己现在的方式，原本你们以为的方式的话，其实还是没办法往前了。所以他从这里最遥望的角度来说，
他也在等待你们其中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2张牌的一个契机，就是女祭司牌，还有我觉得有那个什么牌去了，恶魔牌，对，差不多差点忘记。我觉得他这个女祭司牌这2个能量也是回到了我们最初所谓的水土能量的一个状态。只是他不知道为何火能量注入了成为某种冲动，在我的直觉里我有看到这一个东西，然后他会把你们在某些很靠近的时刻偷偷推了一下，这是我看到的那一丝的契机点跑出来了。而在这一个现在第5个绝对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觉得那个能量太小，发生的几率跟推动力量没有我以为的强。那是因为他在一个宇宙的很遥望的角度看，他看你就看你们2个就可能就只是一个点，还不足一个点，还更小，什么根本就看不到那个状况，所以他觉得那个能量小之又小，推不到。可是以我在比较靠近你们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是推得动的，而且他是我觉得看到最强而有力的契机，这样。所以回到这里，金币8逆位、金币皇后逆位的宝剑四，他是一个处在一个比较不抱期待的状况，他甚至觉得很多的努力都会有点徒劳啦。好，很多努力都会有点徒劳，那必须还是要处在某种等待的状况。可是，在我的角度，我没有很接受这里的说法哈，所以，我会认为你们慢慢靠近之后，彼此的内在灵魂的能量就会有所回应了。我比较支持前面的说法哈，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到这里就好了。我们往下看哈。好，到了一些灵魂的提示词的部分哈，这边提示词讲了一些劳动与祈祷，然后短暂的挫折与坚持哈。其实这张牌在讲说，其实你们2个人的灵魂早就已经认识了，所以你们的感情并不是突发的状况，而是经过了非常长的时间长河里面酝酿。分析出来的一个结果有的时候有错过，有的时候有靠近，然后擦身而过都有。但是你们2个的灵魂的结合跟认识状态从来都没有结束过，每一次都是在很多的沉淀跟努力再去把彼此找回来的这个状况里面，又让你们靠近了，就像这次又让你们靠近了所以从灵魂的角度来说，的确比较接近我刚刚说我没有支持第5个部分，觉得努力会徒劳的这个状况。因为我一直相信，从前面女祭司牌带来的你们灵魂早就已经有找到这个通路的概念来说，其实我觉得你们每当很靠近的时候，灵魂会找到很多方法，让你们打开新局，打开新的对话。好，那在时间波动的这一个位置之后，它给的是1季之后。所以他可能在代表说，可能要等待1季之后，表示现在的状况，火能量也不够强，水能量也不够冷风能量也不够有力，土能量好像也不够丰沃，所以再等1季的话，可能就是这些能量会比较符合刚前面的命运之源的释放能量的完整性，然后这个时候才会比较看到一个发展了。那这里我又不得不有点认同刚刚第5波的位置，所谓的他说现在做很多事情都是徒劳的一个状况，也许。他说的没错，但他讲的就是这1季可能不会有什么变化。那命运之轮可能在讲的是这1季之后就开始会进入一个启动的状况了，灵魂的连接就会在了所以如果没有看到时间的提示词，我可能不知道它是有这个联动。那现在再回头看起来，那就合理了。再来，我们看到动物灵提示词这个位置的时候，它代表了某些动荡然后它又影射了某一些火能量的塔牌的这个结构我在想啦，他这里提示的可能是你们2个真的很靠近的时候，你们的关系跟成长会重新审视你们以前怎么看待彼此的位置，你们会有很多的错觉跟错认。原来你们前面的那种奇妙的又近又远的那个熟悉感，全部都是一些幻觉。真正到比较靠近，灵魂非常接近灵魂对话都在发现说，其实你们应该早就该认识了。这一个剧烈的转变会让你们有一点被敲醒了。有点被敲醒。那这里所谓的敲醒，我会觉得你们会发现你们浪费了很多时间。你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再来到数字牌的提示这里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了这里说，其实这里的风火能量有吹动你们内在某些东西。然后有在慢慢推进你们，有在推进你们靠近。那我从这边终于看到了为什么前面的恶魔牌一直让我看到的火能量，因为这边所强调的恶魔牌的能量有搭配着
火能量，那个火能量来自于皇帝牌的暗示。好，这里有一个皇帝牌的暗示，它暗示的某种火能量在这里的恶魔牌因为这里的恶魔的暗示比较接近，是有点接近像是风属性的恶魔牌，而不是土属性的恶魔牌，所以这个风火能量在吹起了某种火能量的起来，它在暗示着，其实这段关系里面本身这一个恶魔牌所带来的土能量本身就有一些火能量正在蠢蠢欲动的，在让你们每一次靠近的时候，都产生某种欲望跟吸引力推你们靠近。他这种现实的状况，就像你非常靠近的时候，就觉得奇怪，我对这个人明明还蛮在意的，为什么我找不到方法靠近？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想法告诉自己说，不要有任何动作？可是明明我内在一直感觉到这个人跟我有彼此有一个很强烈的吸引力啊，但所以内在有非常多的问号在想说，到底什么阻碍了我或我们？所以这边说，其实不用太担心，那个火能量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正能量，它带来了某种愿意开口的契机。那这一个愿意开口的契机里面，其实是用非常强烈的理性能量所带动。因为它是皇帝牌的能量，它是皇帝牌的能量，它其实不太像是冲动，它比较像是我知道要怎么做的一种火能量在这里。如果我没有看这个数字盘，不知道它潜在的火能量原来是从这里发生的了。好，讲了这么多，我们还是要做一些结论。让我平静下来，整理一下前面的，我这样看一看，我觉得就是一个影子成为了一个具体的形象，然后这个具体的形象因为变成了一个活人，所以产生了很多的犹豫跟很多的复杂的心境。可是渐渐的进入了第二次的平静状态，才发现内在的声音变得很亮，也就是那个灵魂的交谈的声音越来越亮。然后内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说，无论如何这个人就是我要认识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命运之轮的启动就真的启动了起来，会把你们的关系从一种模糊变成比较明确的方向。我必须说，这一组从我们今天的题目，它是否是我期待的对象，应该算是非常接近你们心里期待的对象，因为灵魂的连接很重。可是呢，它要进入这个确定期，前面有一种无形的阻碍，一直都在。它有可能会让你们一直处在这一个距离很久很久。可是我们从今天的牌全部看到里面，其实里面有很不错的水土能量的结合，还有一些依稀的小小的火能量在偷偷的推动你们在心境上有一些很细微的改变。而你们如果能够不小心抓到，或是敏锐的强化了那种细微的心境的改变的时候，它就会在某一些奇妙的时刻推动你们在靠近的时候产生了打开了某个开关。这就是这一组所看到的。好，3号牌很难讲了很久那我还是很认真的、很努力的讲，希望你们得到一些有用的讯息你不用全部听懂，但是对于你对未来的期望跟期盼有讲到一些不错的内容，这样就足够了。好，那就这样。那谢谢你来听到，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一个每一个牌都讲得很细节的这个方式那一样，谢谢你来听到最后祝福你。